Hello，大家好，这次呢跟大家做一个富国银行开户教程啊。首先的话，人要在美国啊，人如果不在美国的话，我不确定你能不能开到。如果说人不在美国的话，那你开这个富国银行账户啊，我说是 checking 账户，就支票账户，那很有可能你要这个有美国个人纳税号啊，美国个人纳税号没有的话，那你就不用别想了啊，那都是违规的啊。有美国个人纳税号，说不定人家也不给你开啊。那先说一下吧，为什么我要开富国银行呢？本身我有 BOA 啊，就是因为我想拿一个作为备用账户，我选了好多家啊。第一个富国银行它是四大银行之一，前面的话有大通、花旗、BOA、富国这四家啊，按排名先后顺序来。那第一家的话，大通的话风控特别严，我不敢去碰啊，所以说现在不开。花旗的话网点比较少，真的网点比较少啊。那 BOA 跟富国的话网点最多，所以说呢，我优先选择富国银行。而且富国银行还有个什么好处呢？你看任何银行嘛，基本上美国银行都要存这个保底金额啊，保底$1000啊，保底$1500啊，日均银额，就是每天你这个银行账上必须躺着这个钱，而且这个钱是不产生任何利息的，对吧？那从节省成本的考虑的话，富国银行有个叫 Everyday Checking Account 啊，就是那个是只需要$500就可以了。你看四大银行啊之一，又是网点又最多 ，ATM 机有很多，还支票账户只需要$100啊，日均存款就可以了。你说是不是我选择富国银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呢？那现在开户跟疫情之前开户的话不太一样啊。现在的话，因为疫情以后啊，很多办事情都要预约，所以说呢，办银行的话要预约。那怎么预约呢？说实话，我也不太知道啊，就是打开谷歌搜索嘛，啊，打开必应搜索也可以啊。那你搜索富国，然后呢 appointment 啊，然后预约嘛，啊，都是这样子啊。你哪怕花旗、大通也是一样的。好，打开之后呢，你可以选第一个啊，第二个的话是一个 FAQ 啊，常见问题，那肯定选第一个嘛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图标没有了啊。好，到达这一步的话，这边有两个选项啊，第一个的话是你本身有富国银行账户的，比如像我这样子，现在已经成为客户了，那我遇到什么问题了，我去点这个进去啊。那否则的话，你新开户就点这个啊，简单点。那么账户分两种类型，一种个人账户，一种是商业账户啊。商业账户我没尝试过，但是我觉得富国银行开商业账户应该不难，而且挺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好几次劝我让我开一个账户啊，如果说开一个商业账户需求的话，记得联系他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从这一点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欢迎或者说很喜欢开商业账户的啊。那本人这次的话是开的这个是默认的一个支票账户啊，个人使用的。那信用卡这边我说一下啊。信用卡官方给我的回答是说，以前是他们是有这个押金信用卡，现在官方调整战略了，押金信用卡不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所以说呢，默认如果说你要开信用卡的话，你必须要有 SSN 或者说啊，没有的话，对不起，开不了啊。比如说我这次我去开的话，我开不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啊，开这个账户。然后这边的话输入个评论啊，如果说你比如说好像我记得我写了一个优先这个中文嘛啊，讲中文的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。那如果说你英语不太好的话，你就这边写一下啊，就是你优先选择中文啊，中文这个店员，然后点下一步。好，这边选择日期啊，周日开不了啊，只有周六啊。你看，那么我选择这个周六吧，29号啊。那这个的话是西班牙语啊，那一般来说不确定啊。其实银行我觉得还好吧啊。然后这边输入这个邮编啊，比如说89103啊，我当时开的地方。那其实呢，这边我有个小插曲啊，就是我选的时候可能选这个银行啊，选完了，结果呢，我第一次到的时候呢，他提前一天会发我短信，问我去不去，你要回复个 yes， 我回复 yes 了，然后第二天我也到了，到之后我发现我走错地方了，我走错另外一个地方了，因为刚好我在旁边 BOA 办事情，我发现对面就是这个富国银行，弄错了啊，弄错了，预约错了啊，所以说呢，下次要看仔细一点啊，就是不要像我这样，那弄错之后怎么办呢？还有半小时我就把这个预约给取消了，因为在美国是很讲诚信啊，所以说呢，你预约了不去的话，那会影响你第二次预约嘛，所以说预约取消，然后立马再预约第二天的啊这家银行，这次我就不会确认错误了啊，这个大家注意啊。那建议各位就选择早上啊，我当时选择中午啊，中午的话，看我去的时候也没人接待你啊，前面每个人都在忙，那是不是很麻烦？早上去的话，大家都刚刚开门嘛，大家进去嘛。那我有预约号，你肯定要等着来嘛，对吧？那所以说你早上去最好啊。好，点这边的话，你输入名字啊，这个名字这个姓简单嘛，这个邮编啊，这个是你的手机号码啊。手机号码的话，这边需要美国手机号码啊，这个是必须的。那么你这边选择这个啊，然后点着这个确认啊，你能接收短信啊，那个他可能会给你发短信
好了，到达这一步之后呢，这边预约基本上就完成了。这边的话，让你浏览确认一下信息啊，比如说你的原因、地点，然后时间，然后这个时间的话，你看这个时间的话是60分钟啊，有些时候呢基本上是半小时啊，基本上到半小时啊。这边的话是你的信息，这个信息是我填的一个范例信息啊，你不要去找这个信息啊，你不要跟我一样啊，所以说填写自己信息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同意啊，同意这个可能会打电话给你啊，基本上我没电话打给我。那还有的话就收短信啊，收短信是很重要啊，然后点这个确认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的邮箱里面会收到一封信。那么这封信的话长这样子啊，这边是你的名字，然后呢感谢你的预约，然后我预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所以说我导错了啊。然后呢这边有个确认号码啊，这个确认号码的话，你到时候可能要出示啊。因为这样的话才能知道你这个人真的是预约者，就相当于一张地铁票啊，或者说火车票啊，你这个时间点这么简单啊。所以这封信呢发给你邮件之后呢，你最好把它星标一下或者收藏一下，你的找不到啊，比如说像我这样邮件非常多，我肯定把星标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原来的页面啊。其实呢还有一个小羊毛，其实这个羊毛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用来任何银行都可以这样使用啊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在美国开这种支票账户啊，开信用卡啊，有这种 offer 啊，它有这种奖励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特别是针对美国居民，如果说你人在美国长期居住的话，比如说开一个富国银行开个账户啊，你还能有钱赚。那比如说我这边搜索一下啊，你也不要管这个有没有啊，就算有或者没有，你都搜索一下，只浪费你5秒钟，可能让你赚好几百美元。然后这边搜索啊，你就看我这样搜索嘛，你就这样懂了意思的啊。然后回车啊，回车过来之后，你看就站出来广告，一看广告基本上就真的啊，而且这个网址你要看清楚啊，这个官方网址，然后点进来啊 ，promo 啊，就是这个促销嘛。好，到达这个页面你就可以看到了啊，新客户、新的支票客户啊，有这个奖励300美元。你看，当然的话，这条款看清楚啊，你要符合这资格。我当时呢，我想着我也有啊，不过呢，因为我不是美国居民，所以说呢，我不符合这资格。我也没想了，当然这个就算你符合这个资格，你也要有些任务。什么任务呢？人家不会白白给你开一个支票账户就给你300美元，他其实希望你把钱存到他们那边啊，或者说工资账户放他们那边，对吧？他其实为了吸储嘛啊，那怎么弄呢？其实就是这边啊，第一步是开户啊，然后呢你需要出示这个 code 啊，这 code 等下再讲。第二步的话就是这个存钱啊，存钱怎么存呢？通过这个电子存款啊，到你的新账户，在90天内存1000美元或者更多来符合资格。那3个月存1000美元，你觉得难吗？不难吧？啊，我觉得非常简单啊。那这个 offer 的话到6月25号结束啊，其实你不用管这个 offer 在不在啊，其实我教你方法了。这边输入邮箱地址啊，然后比如说邮件地址输进去之后，哎 ，OK， 好，那么你就会收到一封邮件啊，它其实很欢迎你开他们的支票账户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code 啊，那这个邮件的话还跟以前一样啊，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、星标起来啊，保存一下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 code 啊，你的 code 你要出示给他们的柜员啊，这样的话你才能获得奖励，明白吗？这样的话300美元到手了啊。那这个呢，你要美国居民才能办啊，所以说呢，我当时没拿到。好，现在说一下实际开户体验啊。比如说当时我去的地方就这样一个地方啊，这边有个 Wells Fargo 啊，基本上啊这个富国银行啊这牌子都这样列着啊，你基本上能看到啊，还挺多的啊。我看到最多应该是 BOA， 然后其次就是这个富国银行，然后这边走门进去啊，这个门我找了很久啊，你可以绕一圈嘛，啊也不绕很久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当时给我开户的一个店员啊，他这边的话他会说这个中文跟日语啊，虽然说可能你的英语比较好，但是我觉得处理银行的事务啊，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英语还不是特别这个完全的畅通啊。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，即使美国公民呢，他也觉得自己在银行交流的时候还是很累啊。那我觉得你就不要那个了嘛，你就直接找个能说中文的啊，最简单一点。然后这个店员的话是日本人啊，她是日本女性啊，然后呢她会说中文跟日语啊，而且说得非常好啊，完全是没听不出口音的中文。我问他为什么说这么好，他说从小在讲汉语的国际学校啊，他们国际学校是日本那边的话分英语的国际学校，也分汉语的国际学校，他选择汉语啊。我觉得他找了个不同赛道啊，其实非常好啊，因为他现在的话，你看他中文也会，日语也会，英语也会啊，3种语言啊，竞争力非常大啊。好，这边的话说一下开户流程里面具体你要带什么东西呢？你至少要带2份的 ID 证明啊，一份 ID 证明的话就是护照，叫 Photo ID， 这个必须要有 Photo ID 啊。其次的话，比如说你有美国驾照的话，那挺好，那也是 Photo ID 嘛，啊，上面照片有名字是吧？2个 ID。那如果说你说没有啊，比如说像我这样子，我也没有，那中国驾驶证有些时候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中国驾驶证上面其实双语的，你仔细看看啊。现在反正我的是双语版本的，下面是英文的啊，所以这个驾驶证也是可以的。所以说呢，中国护照加中国驾驶证，最好呢再带上中国的信用卡、银行卡，最好是中国工农中建这些大银行的啊，非常有用的银行，
或者说最好带 Visa 卡这种卡带去，因为卡片上面是有印的名字的嘛。你看卡片左下角是不是印你的名字？那他这样对得上的话，就能充分的核对你的身份，你就是张三就张三啊，不会冒充别人。因为有些时候美国人看我们亚裔的话，面孔他分不出来，明白吧？你可能冒充别人的话，他分不出来。如果带多项证明的话，那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是身份证明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地址证明。地址证明的话，最好是银行的信啊。如果说没有美国银行的信给你的话，那你自己给自己写一封信啊，或者说你找相关机构网站上有些网站它是给你代发信的，代写信给你写封信。你提前没到美国之前，你可以代写信啊，找这种机构给你写到这个地址，然后到之后拿到那封信，然后立马去开户，对吧？节省时间。那比如说开户的话，开完之后啊，你是可以收到这个账户的号码啊，可以使用，但是没有卡。他呢会给你一个文件啊，这边还有2张支票啊。首先卡的话，他不会立即给你啊。那支票的话，你保存好，不要丢了啊。这个支票上面信息挺多的，其实支票还是很容易的啊，被窃取啊，干嘛的啊？然后这份文件的话，你保存好啊，然后最好找个袋子啊，他给我个袋子啊，黄色信封大袋子啊，你就装好，然后现在开始干嘛呢？开始存钱啊，存$500。好，存钱的话，他会带你过去啊，带你去排队啊，然后他会跟那个打招呼啊，说你是那新开户的人，然后存$500，$500现金啊，这现金啊，那就 OK 了嘛啊，存$500之后你就不用管了。那存$500之后呢，你这个账户的话，月管理费是不用支出了，但是呢，每3个月最好这个钱啊动账一下，说我从 BOA 转到这个钱啊，转个$5过来，转个$4过来啊，这样不就更好嘛啊？因为账户长期不用的话，很容易被认为是无主账户啊。即使有些人他就是那个店员跟我讲说，他曾经有个上海客户啊，疫情期间回去了啊，回中国了，回了好多年之后呢，想起来这边富国银行有存了好几万美元吧啊，然后呢5万多美元，想起来这个富国银行要去找找看这个账户了，账户都忘掉了。结果找回来之后呢，发现富国银行把它列为无主账户。虽然说这个人到了美国才开户的啊，其实人是亲临本地的，但是富国银行认为这个账户很久没有人使用了啊，所以说这个钱转交给州政府了，所以说把它认定为一个无人认领状态，需要他本人亲自跑到州政府去认领啊，还是很麻烦的。所以说呢，尽量还是动账一下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去香港的时候，香港的银行柜员也跟我讲，你半年动一次啊，记得半年动一次。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开很多这种银行，这种国外银行账户啊，国外银行账户不动，我是不是半年还要记得它动一下，是不是很麻烦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需要用的时候我才去开。好了，最后呢，如果说有朋友如果在拉斯维加斯的话，可以去找这位啊日本的女性朋友啊，她开户啊，我觉得她还挺好的，非常友好啊。那另外的话，她给我这个电话号码还有这个邮件啊，她跟我讲，如果说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她，但是她只能看不能回啊，所以说她还要打电话给你。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急事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她啊。但我这边电话把它隐藏了，就怕大家各位有些人啊无理闹事啊，有些人乱打电话啊，所以说呢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这样开户流程啊，其实不难啊，主要是准备好地址证明跟多份 ID 啊。